最不爽的就是把我比喻成国民党林非凡。第一，老子没有任何政党，你要乱给我套帽子。第二，林非凡是对林北人生最大的侮辱之一。林非凡除了靠党的奶水之外，他还有什么？他能论述吗？这一刻我们都是乌克兰人，这是什么论述？如果狂或狂真的就是这种水准的话，我只能说加油，祝福你，你们终究会了解到，当你把所有还愿意帮你讲点公道话的人往外推，那就是你自己造的孽。我竟然变成国民党林非凡了，我实在是不理解哦。他是先在 battle 看到我访问蔡壁如，他就很生气就去呛，呛完之后可能呛得不过瘾，又跑到我的脸书继续呛，同样的一直贴，就是要贴到我看到为止。我这个人基本上他会锁人。那如果你真的要跟我对论的话，虽然用语很难听，但基本上我还是会愿意稍微回答你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言论负责，反正叫言论自由，后果自负嘛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我竟然变成国民党林非凡了，我实在是不理解哦。这个人其实已经来我的频道骂我好几次，而且他很凶哦，这个应该是真的。他会从脸书骂到 YT， 然后一直复制贴上。这个人呢，他用了网络化名叫谢依晨，他很疯哦。他是先在 battle 看到我访问蔡壁如，他就很生气就去呛，呛完之后可能呛得不过瘾，又跑到我的脸书继续呛，同样的一直贴，就是要贴到我看到为止。呛了再不过瘾，跑到我自己的 YT 再继续呛，看他一直贴，那我这个人基本上呢，就是属于我觉得只要你不攻击我的家人，为什么我大概率是不太会锁人的，或者你真的是太蠢的傻鸟了，那受不了。那如果你真的要跟我对论的话，比如说你讲出一些虽然用语很难听，但基本上我还是会愿意稍微回答你一下。这个他前面是呛蔡壁如，就说会跟国民党林非凡在一起的，那一定就是叛徒。那因为我访问蔡壁如嘛，他意思是说蔡壁如跟我在一起，我是国民党林非凡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全部都在骂我，整天只剩旁边蹭，像执政党都英雄。这里应该讲的是柯文哲啦，其实他的中文不太好，他的意思是说我蹭柯文哲啦。那现在的意思是，只要柯文哲出现新闻，然后没有支持柯文哲，然后讨论柯文哲就是蹭柯文哲嘛，以及拿社会新闻的边角料博版面，拿社会新闻的边角料博版，去你的啊！简单来讲呢，我什么拿社会新闻的边角料？我的每一个社会新闻最夯的我就讨论，我还跟你讨论边角料，边角料林北才不屑嘞，真的北吧？我从不闪躲最热话题，谁跟你在那边角料？这都很鬼扯嘛！他为了骂我，全部都是抹黑。当然呢，有脸带领自己的粉丝嘴他人，可当别人的粉丝反扑，直接高喊自己被霸凌。这又在鬼扯淡了。我从来没有叫我们的粉丝要去出征，而且我从来都说不要去出征人家。只有游盈隆真的让我气到，我觉得他真的是油嘴滑舌。我说看到他，我们也不要跟他争辩，我们就刷油嘴滑舌送给他，至于其他就算，对吧？我是不是有讲过？然后呢，从头到尾只有酸言酸语、蹭人热血、上政论嘴炮哦。然后呢，在 YouTube 与特定群体办理频道，他意思就是说啊，只会酸言酸语、蹭人热血。你的意思是说夯点新闻哦，所以都不能讨论。那如果照这个标准啊，那馆长不是也同样的吗？只是他自己开政论这样子，就是只要不符合他的标准，都是酸言酸语，然后蹭人热线。当我在上街跟民进党对干的时候，他有在对干吗？我们去罢免3Q 哥的时候，还自己花钱做歌的时候，他有对干吗？我们去抗议吃莱猪的时候，他有来对干吗？我跟苏伟硕医师，我们直接到高雄市议会去抗议过，现场的直接冲突的我们去呛台派独派去接机马英九，我去接机台派独派的时候，他们台派冲过来打我，台湾国的冲过来赶快踹他一脚，闪过去就被警察抓走。我是很希望这种人最好在我面前的，我就跟他好好聊一天。然后呢，这样子可以支撑生活各种费用，背后呢没有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特定金主，没人信啊。是这样子哦，不是你赚钱能力太差，不能怪我啊。你赚钱能力跟狗屎一样，是我的错吗？我可以跟他坦白的讲啊，我就没有做 YouTube 之前，我赚钱能力就已经很好了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哦。小弟呢这辈子虽然呢不是什么大富大贵，但是努力工作向来赚得到一点钱。他可能觉得啦，用 YouTube 赚钱不是不正当啊。那时候全天下他们台湾现在最夯的职业叫做做网红，第二行职业叫做网红小编。那这些人是104的调查是有问题嘛？所以他是真的柯粉啊。黄国昌与同僚拼死捍卫连非党员的郭正亮，专业知识分子都为郭正亮打抱不平。黄珊珊与蔡壁如从头到尾反斥外界的抹黑嘛，所以他是个反山反蔡分子，他是仓粉啊。哎呀，了解了。这个是冲草啦，跟小粉哭穷要抖内，废话，没有抖内他妈频道去倒掉是不是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那 YouTube 要不然就不要有这种抖内的机制，那他就把分论调高一点。我跟你讲啦，你知道真要讲的话 ，YouTube 就是把 YouTube 当街头艺人啊，今天表演的好讲得好就赏他2钱啊，艺人不就这个性质吗 ？YouTube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艺人啊，只是他所擅长的题目各有擅长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就是个资本主义的平台 ，OK？ 我们用资本主义的平台努力的发点社会公益，但是还是要赚钱啊，你不赚钱嘛，频
频道倒掉是不是？你自己看 B 站多少人停更了 ，B 站分论太烂，跟不下去了。那你频道没有盈利，怎么营运下去啊？讲那种干话，分论一直在越调越低。我跟你讲 ，YouTube 现在真的越来越白嫖 YouTuber 啊。他一开始没秀车的时候，他分论还不错。2021年的时候，全球疫情，大多数人都在 YouTube 上面泡，所以他给了很多钱。到了2022年之后，他快速调低，然后再教你一招，把秀车弄出来之后，秀车的分论极烂。然后呢，现在还把秀车放宽到3分钟，他根本就要逼 YouTube 去吃屎了，你知道吗？3分钟的秀车跟1秒钟的秀车跟10秒钟的秀车是按次数给，代表说你做3分钟的秀车，他如果多给你推送一点，他是不是就吃到3分钟短片的流量？但3分钟短片流量给的钱跟3分钟秀车给的钱是完全不一样。短片流量给的钱还要按照他观看的分钟数、次数各种指标去做换算，秀车就是一次算一次的钱，而且一次也算不到钱，它基本都是1000次起跳，这就是网络环境啊，所以这是个很薄利多销的是吧？不然我们播那么久要干嘛？要真的 YouTuber 那么好赚的话，那满街都是 YouTuber。我们是因为做得久、字号老、孩子中，特别感谢大家愿意打赏，有打赏，这样大家才有收益啊。小编才能加薪啊，小编不加薪，那这公司没前途，那他是不是要另谋高就？那是不是就这个越来越弱啊？你就越做不出东西，就这么简单的事情。讲这种话又有点尝试嘛，然后最后又回过头来骂我，对不对？照片中的一个国民党的林非凡伪君子，一个呢跟他党勾结的曾小人，我呸！哦，很气啊！我就写了一篇堵他啦哦，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好好回一下，因为这实在是太瞎了。当然这是涉及事务啦，但我还是得好好大声说一下这件事啊，实在是太北七了。我可以理解啦，因为我猜啦，其实他不是狂，他是狂。误会他了啦，他一直复制贴上，一直复制贴上。其实我说实在的，为了要救柯，到底要批谁？你要批国民党见死不救啊，你要批游淑慧落井下石啊，然后你批钟小平小人得志啊，等等，我觉得都很合理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，反正叫言论自由，后果自负嘛。那他可能看着我一般不太会去告人，我都是被人家告的那一个，所以他可能就因为这样，他特别敢来骂我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我是不能接受的，比喻成其他人都可以，但你把我比喻成国民党林非凡，就是彻底的错误。为什么彻底的错误呢？首先我要厘清一个事实，第一，本人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 ，never， 从来没有一个政党都没加入过，什么屁党都没加入过，甚至连政治组织我都没加入过。我们只有加入一些协会、民间协会，那都不是政治组织。他还在这篇下面疯狂骂我，但是我就有点懒得回答。他很认真回，他是手打敲回的那种。很多人以为他ChatGPT还是这个青鸟仔，我看一下应该不是哦，这么激进的应该不是哦。第二呢，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啊！要当林非凡，第一得先加入政党吧，第二得先有任何党公职吧。既然我没加入过任何政党，那也不会有任何政党的党公职啊。第三个呢，我从来没有拿过任何政党或金主的斗内来经营频道，当然是要靠观众斗内啊，靠政党跟金主斗内经营频道，那当僵尸差不多，老子才不干呢！如果这样，我一枪先蹦了自己。讲真的，我直接把频道给关了，还要拿其他政党跟金主的斗内，拜托！如果就要有其他政党跟金主说，哎呀，我要赞助频道，我说不用，商业模式，你想直播什么节目，我们直接谈，签合约，分论怎么走，干嘛要给人家赏饭吃啊？有病是不是？频道做得好好的，我宁愿烧虾啊，我也不愿意在那边拿那一种钱啊，有个屁用啊！那种钱拿了一点都不自由，还拿了很心虚，不像林非凡。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不要太自以为是吧，他是听不进去啊，但我就是要写出来，老子就不爽。第四，我频道从来就自负盈亏啊，我从2019年播到现在播了6年了 ，YT 他妈卷爆了，真的，我是很愿意把钱分给小编的，我是觉得我有赚到钱就好，那小编就是他们只要能够认真工作，不管他负责的那一个部分有没有真的赚钱，只要整体频道是赚钱的，我们是团队的一份子，我们是整个团队一起努力下来，那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努力跟每份观众的支持，真的是赚辛苦钱、血汗钱啊！这超奇怪啦，卷爆啦！华文圈 YT 其实受众没那么多 ，B 站的受众比较多，它总量很大，所以它一个爆款可能爆得很猛，可能爆到1000万次都可以。在这个油管的华文圈，你破100万你就超爆的，比如说像那个蔡阿嘎，不是跟他前员工罗拉在那边扯一下什么欠钱啊、吸毒的啦，妈一大堆，有没有？就这么劲爆的话题，热搜榜第3 ，134万流量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天天有吸毒员工吗？你可以天天有欠钱员工吗？用涉及八卦来赚流量，那个是最后一招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认真经营才能没赔小赚啊，就是靠小赚赚一点点，然后慢慢积累，有点钱，对不对？买一点设备，升级一下软体，有点钱呢，多一点钱，多请个小编好，看可不可以多做一点事情。到今天6年了，到今天才说小有所成，那真的是每天辛辛苦苦啊。第5呢，我上节目说我在鬼扯，在酸言酸语，上节目都不用准备哦，都不用有内容哦，不用内容人家会请你去哦，拜托，我跟你讲啦，我从来没有去叫任何政党推荐我啦，也没有靠政治关系去卡通告，通常人家帮我推荐拉线都是说，哦哟，栗子哥你真的表现得很不错我有认识，帮你推荐看看。我跟你讲，推荐不见有用，我绿台去了好几台了那你有没有发现有趣？我去某蓝台，竟然是去综艺节目，不是去政论节目，这样叫有卡位吗？这样叫做靠关系户吗？清清
白白，其实我今天不开心是说我被污蔑，我竟然被污蔑的跟林非凡一样。我说句难听一点的，林非凡他靠他的政党在吃奶水啊，喝奶水啊。你污蔑一个过去5、6年每天勤勤恳恳工作，把我跟林非凡比在一起，他妈这是对我人生最大的侮辱。虽然我太阳花的时候我很挺林非凡，但我现在认为是最大的侮辱。还有我什么国民党狗屁就没加入过政党那边该，当然会生气啊。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叫人家去出征别人啊，从来都是青鸟管粉狂各种出征，莫名其妙嘛。今天我不知道他是狂还是狂啦，反正这种态度，你能帮得上你心中的神柯文哲吗？能帮得上吗？我是看在客观的角度帮柯文哲讲话，我是不黑科，但是也不吹科，而且我也不贪小草的流量跟抖内，我从来没去贪过。我有去当冒牌的吗？莫名其妙，真的讨厌呢。所以呢，我是觉得阿北交代朋友要多，敌人要少，整天洗版已经洗了一整天了，我也是服了他了。说实在的啦，他确实在跟我吵架的，但是呢，他也有点人身攻击，但是他确实他有他的角度，我是觉得某种程度上还在我可容忍的言论自由里面。但是我最不爽的就是把我比喻成国民党林非凡。第一，老子没有任何政党，你他妈乱给我套帽子，这本身就是非常恶质的。第二，林非凡是对林北人生最大的侮辱之一。我可以直白的讲，林非凡他除了靠党的奶水之外，他还有什么？他能论述吗？这一刻我们都是乌克兰人，这是什么论述？动不动叫民主自由，这是什么论述？真的很讨厌。如果狂或狂真的就是这种水准的话，我只能说加油，祝福你，你们就继续，你们终究会了解到，当你把所有还愿意帮你讲点公道话的人往外推，那就是你自己造的孽。不要说哎呀你为什么不救我啊，你叫别人不要来救你的是吗？人家说要救你一把，你就把他手打掉，你有臭哦，你有脏哦，你有恶哦，该来吸血恶啦。